早安。最近我们家用了7年的风扇坏了，原来是它里面的侦测器故障，必须要配上新的遥控器跟新的侦测器，它才能够运转。新的侦测器花了新币140块，真贵。不过总比换一个新的风扇便宜。现在风扇终于可以转动了。这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野枣？我看到好多的果蝇还是什么虫在旁边围绕着。一走进公园就看到2只大蜥蜴，不知道在吃什么。我一靠近它们就停下来，害怕的不敢吃，感觉好像是椰子，但也不太确定。旁边还有另外一只大蜥蜴，好像在吃鱼，又好像是在吃鸟。这应该是最常见的马来亚大蜥蜴，它们是食肉动物，常常扮演清道夫的角色，吃掉动物的尸体。撒旦欺骗罪人，说他们无法解除罪和瘾，但是圣经教导我们，没有任何试探是我们无法抵挡的。撒旦无法控制我们，除非得到我们的同意。撒旦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只能够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。刚刚剃完草，空气中弥漫着非常迷人的青草香味。红色的叶子好美。我走了一圈回来，他们还在那里吃东西呢。大蜥蜴的天敌是鳄鱼。今天做了卤豆腐、汉堡肉、蔬菜便当。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杨凡2016年的演唱会记录。吃这个，我来了，很香，然后一些酱，好，我要吃了。今天又来小印度吃印度料理，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这边游泳嘛，所以过来探索就很容易。我们今天没有排到 MTR， 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就再试试看它隔壁有一个叫 Chandra Mahal 的印度料理店，它也是跟 MTR 好像走差不多的价位。然后我们2个今天都点dosa。dosa 是南印度的一种煎饼，通常它会跟酸辣酱还有生巴酱的植物的这个酱料做搭配。这个会辣，这个水水，然后这个好像是豆子酱。Rava masala dosa， 你的好像是比较脆，你的是有冻的，我的没冻。你的酱跟我的酱是一样的。我先生点的是大概新币7块左右的dosa，它里面有包马铃薯啊，一些蔬菜等的，比较有料。我的里面没有包东西，大概是新币5块左右。我先生说这家的dosa虽然没有 NTR 那么好吃，不过呢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，所以呢也是蛮推荐这家。约翰福音第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
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5月份的姐妹会，我分享温柔这个主题。温柔并不是我的强项，相反的，我做得很不好。不过我很感谢自己有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个题目。在准备的过程中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温柔不是天生的，它一定要经过学习。温柔就是第一个要对神顺服，第二个就是对人不要强求。我把我的讲稿放在资讯栏的一个连结，大家可以点阅参考。晚上为了庆祝终于完成我紧张了3个月的温柔的分享，我先生请我到附近的咖啡店吃西餐。这个烤鱼的套餐2个人花了29块呢，瓜的味道不错哦。豆儿姐妹跟我分享她自己一个人吃的早餐，就是买这个吐司配上这个花生酱，用这个 Skippy 的，然后 Super Chunk 大颗粒的花生酱配上这个 Gardenia 的那个 Multi-Grain Low GI 的，然后做成花生酱的这个吐司，超好吃的。然后就配咖啡牛奶，配点水果。它的成分还算干净，而且它的花生酱真的好香哦。今天跟许久不见的老友在滨海湾花园见面，我好久没来这里了。我们约在侏罗纪餐厅 ，Florence 告诉我说，这边原来每半个小时恐龙就会表演一次，我今天才第一次知道。就大恐龙在摇头摆尾还蛮震撼的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好可爱外面还有非常可爱的就是小恐龙的座椅。外面这个应该也会动。我们看到了2种圆圆的神秘的水果。花是怎样的吗？哦，很漂亮哎！这肯定是热带的植物啊。Florence 现在在滨海湾花园当这个 landscaping 的义工，我觉得这边环境很好，而且他每次来当义工，他会给你10块新币做你的餐费呢。以后我可能有机会也会来参与。如果你是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呢，对花草有兴趣的话呢，到滨海湾当义工，他的义工的日子是礼拜2跟礼拜6，就可以考虑来这边享受这个滨海湾花园的美景。这个漂浮的婴儿很有趣，它就是靠那个右手呢做重力的支撑，是有经过精密的设计的。跟你照一张吧。以前真的很常来这边走，所以这次再回来真的是有一种好像分外怀念的感觉。那这个河，这个河边也是很美啊。这是一个大概30公尺高、平缓的山丘公园，可以来这边走圈，然后做徒步旅行。虽然它只有30公尺，不过每次在走这个楼梯上来山顶的时候，我还是感到气喘吁吁。雾兰这个地方曾经种植橡胶，它也呢在1971年之前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。我在雾兰镇居住了7年，从一开始的不习惯到现在开始学会从公园得到莫大的安慰，也开始感谢附近方便的熟食中心以及超级市场。我总是非常赞赏那些用心布置居家环境的人。可爱。在第2
次大战的时候，日本人曾在这附近的克兰芝登陆，入侵新加坡，所以在这附近有一个克兰芝战争公墓。乌兰这边还有一个400公尺长的堤岸，它曾经是马来西亚海军的一部分，所以乌兰这个地方其实充满了军事的这种背景。我的是海鲜白米粉，也很香，然后上面是新加坡独有的这个酸酸的这个青椒，这个就是醋了。我觉得它三捞河粉更好吃，三捞就是板条、豆芽菜还有鱼片，它炒的锅气很棒。附近的黑猫很幸福，有人帮它在这里放了一个猫窝，还有定时喂它吃饲料。也因为如此，它变成一只有点拽的猫，不理人。马西林公园应该是我第一次来新加坡找我先生时，他带我来约会的其中的一个地方。7年过去了，这个公园经过整修，跟以往的风光大不相同，不过有变得更漂亮了。我现在所在的马西林公园在1983年就已经设立了，这是在乌兰区最早的一个公园。马西林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橡胶工厂的名字。因为这个工厂的老板呢，他的祖籍是在中国的马西，所以他就把这一个地方，他的工厂就叫做马西林，然后后来就沿用到这个地方。现在这里也成为我最爱来的公园，因为就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。很享受这个阳光哈，我也有同感。今天做了牛肉蔬菜便当，还煎了素食的午餐肉。这个素食的午餐肉味道有点怪，但是偶尔吃一片还可以。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。